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亭妃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牛许婷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张思刚议员。好，那么英法呢，这个去帮乌克兰总统，大家都看到那一幕哈，在白宫啊，跟这个川普他的副总统 Vance 啊，这个舌枪唇剑了哈，然后被赶出白宫，说不要吃午餐了，也不用签什么约了哈。然后呢，接着泽伦斯基到英国去，英国给他温暖啊，而且要援助他将近新台币100亿的这个飞弹啊、军援啊。那法国也说哦，他们要联合起来啊，是不是呢？这个派地面维和部队，不过不是参战，等到你们和平以后，我们再派部队去维和啊，确保和平啊。那所以呢，英法跟乌克兰他们研拟一个停战计划，所以我们停战计划研拟好以后，再给美国看啊。那马克宏法国呢说呢，最好那边的海空休兵1个月，但是地面照打不误。我就不懂这个，他们主要是打地面战争啊。当然这个俄罗斯现在每个月可以生产10000架无人机哈，乌克兰有点招架不住哈。但是主要还是地面部队，要占领要反攻那地面部队哈。那马克宏的这个他有理由了，他说因为地面的前线太长，所以呢说了天的停火节点，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停火。我也没有人力去查，所以干脆地面先不停火哦。这马克宏，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讲些话都很奇怪的哈。那但是呢，现在还不能派兵，到了第2阶段再派兵到乌克兰就维和而已，维持你们的和平啊。那所以呢，这个包括地面战我也不懂，这叫什么维和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泽伦斯基跟英国国王Charles 也见面将近1小时。那泽伦斯基感谢英国支持乌克兰啊。那另外呢，欧盟主席说要把乌克兰这个把它建设成钢铁豪猪，这不是以前台湾人听过这话吗？把台湾建设成钢铁豪猪啊，让你老公吞不下去，所以呢，让俄罗斯难以下咽，吞不下去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的国安顾问这个 Words 他说呢，这个泽伦斯基来这边吵架，他来这边是吵架的吗？他就像前女友爱翻旧账说呢，意思就是说他是拜登的，甚至是拜登的，还想到拜登以前怎么对他了。9年以前的事情拿来扯什么东西啊？其实也没有9年了2、3年、3、4年以前是老是爱翻旧账。你现在要向前看啊，你跟我们是重新恋情啊，你老是谈旧的干嘛？那泽伦斯基说呢，这个我相信我可以挽救跟川普跟对美国的关系那美国是说呢，你下台再来谈了。但川普说呢，我可以，我也相信可以。我认为川普根本不介意，他趁这个机会，该修理你修理你，但是该签还是要签，只要对美国好。我做生意有什么在乎啊？我在谈房地产生意，你跟我骂我也好，你们只要签买我的房子就好了嘛。所以我认为不是不可能挽回的啦。甚至我就讲说，当天什么开放给媒体采访有哪一次谈得成的？立法院就知道啊，只要媒体在现场，每个都对不对？像那个野兽看到火一样。你这种东西只有闭门才可能讨论出来，跟媒体讲，让媒体提问。媒体在前面，泽伦斯基也不可能示弱啊，他示弱他回国怎么办？川普也不会示弱啊，示弱他怎么还要让美国更强大？不可能嘛，所以结果一定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英国安排军用直升机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前往桑德令罕庄园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查尔斯跟泽伦斯基都带着笑容，跟白宫与川普会面的气氛截然不同。据了解，双方共饮下午茶，相谈近1小时。依照王室惯例，不透露细节，但已经展现英国王室支持乌克兰。川普跟泽伦斯基的惊天大吵吓坏欧洲，英国紧急举办峰会，欧洲领导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都到场，应对川普重返白宫的影响。I do not accept that the US is an unreliable ally. The US has been a reliable ally to the UK for many, many decades and continues to be. 尽管英国公开送暖乌克兰，仍私下告诉泽伦斯基，通往和平的道路必须经过白宫。Я думаю, що наші відносини будуть продовжені, тому що це більше ніж
відносини одного чи іншого моменту м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відкритими. The 6th of March this week, European leaders will get together, get President Trump engaged again. That not entirely clear. 不仅欧洲需要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安全更需要。但是美国国安顾问提出条件，不止割地，还得换掉泽伦斯基。We need a leader that can deal with us, eventually deal with the Russians, and end this war. 或许泽伦斯基得认清形势比人强，想要得到安全保障，得先能跟川普谈判。来，小牛委员，你怎么看？国际局势的变化，基本上从冷战时代的美苏对抗的世界两大强权，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叫 G1。那现在川普第二次上台之后，慢慢走向所谓的 G0。也就是说没有强权，因为美国看起来不太想像过去一样去扮演所谓的世界警察跟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宁愿抽出手来解决他国内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我想在川普这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选举里面，我想他在选战的号召的对焦其实是以国内的议题为优先的，所以他当然会想要从国际的这个泥淖里面拉出来。那很多人讲泽伦斯基在这一场这个公开的记者会，当然出了糗之后，当然会希望他总不能就一败涂地嘛，所以他当然要去寻求欧洲的协助。那么当然，欧洲统合起来，它是非常有实力的，没有错哈。但是，在这个集体沟通之前，它真的有办法顺利的达成一定的共识嘛？那第二个来讲说，即便整个欧洲统合起来，它从客观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它跟美国的直接介入，那个客观上来讲，还是有一段具体的差距的。那么欧洲各国也是各怀鬼胎啊，这个要投入，像刚刚主持人也有讲，马克宏就因为投入物力，比如说我捐一些这个战争资源，那个是相对容易的；我投入一些资源、财力，那个也相对没有问题。可是你说真的要强力的介入，你要投入人力的时候，那就是知识体大的。所以他们现在讲说，我要重新有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我个人的解读会是转身的意味性其实比较浓嘛，就是说当大家认知过去这一段时间是欧美共同介入，而且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之下，你只能拖缓俄罗斯侵略的脚步，但你却不能够终结这一场战争嘛。那你现在在出现新的变化，美国撤出之后。欧洲有可能全部把筹码压进去吗？我认为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这个协议出来，它转身慢慢退让，慢慢要终结战争的这样意味会越来越浓厚。那么至于欧洲跟乌克兰达成的协议，美国会不会买单？我认为以川普的行事风格来讲，恐怕是不会，因为川普一心一意，他只要他的矿产协议。那你看泽伦斯基其实罩子也很亮啊，当他即便在国际场域上被这样羞辱，到了最后他还不是乖乖讲，我们会认真考虑矿产协议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的国际局势跟过去大家认为说有合作，然后有一个价值领导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不一样的。现在是慢慢回到就是一切都以利益、以现实、以大家的状况来做双边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其实是相对辛苦，而且是相对不利的。就是欧洲，因为他一向以道德的制高点来自居啦，他觉得我是在全世界我是领先的 ，Face 就是他搞的嘛。美国人到现在30几个州还没有 Face， 但欧洲我要搞啊，对不对？然后当时环保啊，什么这个空气暖化，这个气候暖化也是欧洲率先哦。然后呢，他就讲说啊，欧洲2035以后全面不能够生产汽柴油车，只能生产电动车。英国还说比你们更厉害，我们提早5年，2030年以后就不生产汽柴油车。但是现在看到大陆那个电车卖的比较好，欧洲现在又改变了。他原来这种是他以为他的宾士啊 BMW 什么很好，他可以垄断世界，我先发展这个电车，就发现现在不行了，就改变了。哦，所以我常常觉得face 很多欧洲的警察看到犯人就或者是暴力人，就当场把他打死了，费什么死啊？对不对？那还费什么事？还到法院去，当场就死了，还到什么法院？所以嘴巴讲了哈。那当然了，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愿意去担负这个责任，很好，去担负啊！你们离那么近，他本来就讲你们那么近，你们要去担负啊！那么告我来担负了，我国内问题这么一大堆，双负债，对不对？这个外销也负债，国内这个预算也赤字，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弄啊！所以欧洲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愿意去帮乌克兰，我觉得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意见。你要做你就去做嘛。问题是你们都不做，你们叫我做，你们离那么近，你们不做或者做的少，我离这么远叫我做，他就不愿意嘛。来，凤馨。其实从2月12号
普丁跟川普通了电话之后呢，其实世界局势就出现了剧烈变动。不管是美俄已经是2次会了，要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在土耳其已经是2次的会晤了。然后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在美国副总统 Vance， 然后在欧洲演说完了之后吓坏了，然后法国总统去了美国跟川普见了面，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去了美国，然后跟川普见了面，都是公开的哦。那我认为这个公开跟川普不相信媒体是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媒体可能会扭曲我们在里面密室会谈的内容，干脆我全部公开。我觉得他有这点考量了哦。好，那英法的急的都要去美国，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让世界震惊的，就是白宫当中的大吵架哈，这个是空前的川普跟泽连斯基的吵架。还有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呢，上个礼拜从普丁打电话给习近平，然后呢，还有包括了拉夫罗夫跟王毅在南非的外交部长的这个会谈，就是 G20 的外长会议当中的会谈，以及他们的国安议会的这个秘书绍伊古，然后访问北京。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画出3个双边关系的变化。美俄正在重新的建立互信关系当中，不会很快，但是正在希望能够恢复正常关系当中。美欧是正在脱离信任关系当中，而我们看到的中俄是巩固信任关系当中。这是3组信任关系正在出现剧烈的变化。我觉得泽连斯基呢，现在要他去白宫签的那个约，是不是上权入国？我承认是。我在节目中公开的说，我觉得川普太可恶了，要那个矿产，然后呢要利益，然后不择手段。但问题是，他今天跟川普吵完了之后，乌克兰有变得更好吗？这是乌克兰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吗？作为一个总统，他就必须考虑到现实。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到底在战场上能够撑多久，就要看欧洲到底能够支援他多少。欧洲或许你看到他们这个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我支持你啊，乌克兰，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让你变成钢铁豪猪，讲了非常的多。但是没有美国的资源，第一，光是欧洲的军工厂生产的弹药武器都不够；第二，它没有足够的情报卫星，然后来支援这个乌克兰战场上所需要的情报。马克龙为什么说海空停战，只要打地面的战争就好了？因为海空都需要卫星的情报，没有美国的卫星资源，请问一下怎么去打海空战？第三，没有情报的资源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防空啊什么这些都需要情报。好，所以呢，没有美国的资源，欧洲很现实。他们表演在川普在白宫表演的是跟泽连斯基彻底翻脸，而欧洲领袖表演的是我在镜头面前拥抱你，私底下警告你。我在镜头面前说我们全力支持你，在镜头之外告诉你说你还是去跟白宫低头，因为和平之路只能够通过白宫。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条路大家会觉得比较道德一些，我认为这些路其实都是对乌克兰很残忍的。但是我最后说一句，乌克兰的命运不是今天强权要如何的让他签不平等条约而来的，他的命运是从2014年他决定单边压住美国而来的。在那之前，他其实是可以经济通往西方，然后政治跟军事采取欧洲跟俄罗斯中间的中立。在2014年前，他走这样子的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天然气管通过他就坐收这里面的收费，其实他可以维持得很好。但是2014年，他选择了要全面的靠向了美国，然后呢跟俄罗斯敌对、仇恨，去俄罗斯化、去俄语化，到了最后2014年开始克里米亚的这个占领，然后接着2022年的侵占。在拜登时期，它是一把很好用的剑，拿来对付俄罗斯，让俄罗斯希望俄罗斯能够崩溃，结果没有想到俄罗斯没崩溃。但是川普现在要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它就变成了绊脚石。所以，当你全面靠向美国，你才会变弃子。今天台湾所处的一个情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把所有的安全全部压注在美国身上，我们到了美国前面，就像川普说的，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牌。
不，美国背叛不是第一次了，对啊，美国背叛太普遍了嘛。当时跟越南巴黎和谈也是啊，美国要求我们双方都退兵，北越坚持不肯，你先退。美国40万大军撤出越南，越南就沦陷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这个打共产党，国民党打得非常的顺手啊，四平会战在东北，已经把共匪打到几乎都要完蛋了。那时候白崇禧啊，这个什么他们这些人，然后呢，美国就叫你和谈了，叫你谈和啊，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和啊。然后这样俄罗斯把武器给了这个老共，所以就从东北丢开始往南丢嘛。好，然后国民党把大陆丢了以后，美国还发表白皮书啊，说这跟我们美国无关了，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太腐败。如果不是因为打韩战的话呢，美国就把台湾给抛弃了，对不对？然后呢，尼克森我们都认为最好的朋友反共先生，记得吗？尼克森率先到大陆访问，这一去以后，日本一看，哇，美国改变风向，马上跟我们断交。然后呢，我们被联合国踢出来，然后呢，接着到卡特的时候，又跟大陆这个建交，跟我们断交。美国他背叛，光对我们就好几次，那我们就不相信呢，就是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我们一定没问题，就跟一个女生交一个男友，对不对？这男友各种坏习惯的，女生就认为说他会改变，他烟也不会抽了，酒也不会喝了，赌也不会再赌了，他为我会改变了，也不会乱丢衣服了，会很干净，他不会为你改变，他个性就是这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 Vance 跟泽伦斯基在白宫的会谈呢，那这个泽伦斯基后来等于是被赶出白宫。一般他们都会谈完了以后，双方就是客人会到会客室去休息，然后呢，大家再稍微整理一下，甚至要面对记者，不过他们已经面对了。然后呢，要吃中饭，吃完中饭呢，或者该签约。就那天呢，泽伦斯基是去休息去等待，他们说你可以走了。那乌克兰驻美国的大使女大使，那女大使原来多红啊！泽伦斯基过去3年多红啊，到全世界各地都像是英雄一样，对不对？道德的至高者。这个俄罗斯太可恶了，牵连我们，所以我们代表你们去打这个仗。连这个乌克兰驻美国那个大使，那女大使，到处受到演讲，到处受到欢迎，大家排队要跟她照相，不是泽伦斯基，跟一个女大使也要排队照相。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道德的光环有多么强大，对不对？所以泽伦斯基一定也这样想，怎么今天到变成川普就变成这个样子？他一定心里也是不服气的。白宫还怪他衣服穿不好。对啦，那么老美很重视的衣服，比如那个请帖啊，谁请帖都会印，你要穿什么衣服，要不要打黑领结，什么都讲得清楚。但对泽伦斯基那是他的战袍啊，他都穿这身衣服啊。以前你们欢迎我，我到美国国会也穿个战袍啊，那怎么你们这么不满意我呢？好吧，这个他到英国的时候，记者问他了，说你要不要再尝试取得美国的支持？他生气了，非常生气。好，但是到英国去也不用英文讲，都用这个乌克兰话讲啊。那因为英文有时候他到底不是他的母语嘛哈。那这个他生气了，他说我去不是去什么是不是啊？我这意思就是说我去不什么尝试不尝试啊，反正生气就是了哈。然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呢，终止修复乌克兰电网的援助计划，不过这个跟那个无关。那之前他就把那个 USAID 的人撤回了，原来有60几个人，现在只剩下8个。他就是这些人都要这个精简所以人就不够了所以那个电网的修复也不行了哈。那另外呢，这一点比较严重，《华盛顿邮报》说，川普打算终止对乌克兰所有的军援，通通停了。拜登当时答应你给的，只要还没给，通通停了。他是过去式了。那是过去的男友，现在男友说不给就不给了那当然这也可能是谈判的手法之一了哈。那另外呢，华盛顿的智库说，美国如果不给他军援的话呢，可能几个月里面呢武器会短缺。不，欧洲要给啊，欧洲如果真的大家齐心协力给也可以。川普一语道破，是欧盟这些家伙就是要搞我们美国的嘛，是欧盟这成立就是要搞你美国，因为当时呢2战以后呢，美国独大，周边国家很怕。所以呢，开始通过马斯垂克条约统一货币后来才搞一个欧盟，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国家里面很多都是打了多少年的世仇，能够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就怕你美国太大，美国一个国家是比每个都大，所以川普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打群架。因为我跟你们任何一个我都比较大，所以欧盟当时结合起来，
他的目标当时一方面是苏联，一方面是怕美国太大了以后呢，欧洲单独国家都搞不过美国哦。那他们如果真能够放弃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大家都出钱出力，是可以帮乌克兰再打的。但是问题你打不赢嘛？问题是你可以再拖个3年，乌克兰死伤更多人，但是你会打赢吗？你打不赢这个仗，你能打赢吗？哦，所以问题在这边，你打不赢，那要不要停？川普的角度有人说我要停啊，但是欧洲角度说不行啊，停了以后，这个俄罗斯这就表示乌克兰没打赢啊，俄罗斯现在会不会对我们动手呢？哦，会不会下去打波兰呢？去打捷克呢？打其他呢？哦，欧盟就相信这点。但是我常常讲，我说俄罗斯连打一个乌克兰都打了3年都打不下来，他哪有什么？他自己问题一大堆，还有余力去打你们其他自己好好的这个加强你们国防力量，好好的团结起来。北约的力量大一点，我也不相信俄罗斯有这个胆量去打你们了啊！但是他们天天就这样讲，俄罗斯要打我们，俄罗斯要打我们啊！民主党议员说，白宫成克里姆林宫的分支啊，这个拜登太听这个普丁的啊。那副总统呢去度假被人家骂叛徒国耻，你去俄罗斯算了啊。CNN 呢，因为 CNN 本来就反川普，美国这个主流媒体现在大幅报了，美国这边视为反对川普了，那边做个民调，川普这个支持度48%，不支持度52%等等哈。那尤云龙是说呢，赖清德不要学蔡英文哦，因为这个什么台湾绝对不是乌克兰啊，哦等等哈。他说讲这都没意思了啊，因为台湾就很多人讲，因为有人就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就说不是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台湾比乌克兰重要的多。重要不重要不是你自己说的，重要不重要是相对的，利益也是相对的，是比较的啊。所以你认为你自己很重要，每个人都觉得泽连斯基也是觉得自己很重要啊，代表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作对啊，那结果怎样？当人家觉得你不重要的时候，人家或是人家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被牺牲掉。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懂，还要自己骗自己啊！那《人民日报》社论说，泽连斯基在白宫受辱，赖清德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感想？今天大家有人说赖清德不是赖伦斯基哦，这个美国《时代》杂志吧，哦，去年专访赖清德，很多网友在上面讲啊，说哇赖清德好伟大，是亚洲的泽伦斯基。你真的今天你想要做泽伦斯基吗？你真的想做吗？来接看。国际这个政治真的是非常残酷，非常这个现实啊！我相信看了这一场这个大秀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说，泽连斯基跟乌克兰是非常危险，是非常可怜的。可是大家没想一想，所以很多人在担心说，今日的这个乌克兰会不会是明日的台湾？你看今天的戏码已经推到哪边了嘛？大家知道吗？今天美国那边在放话，说现在泽连斯基是不是应该再下台？他如果没办法终止这一场这个战争的话，他没办法跟普丁那边可以沟通，跟美国没办法沟通，要逼着他下台。然后川普直接对记者讲啊，他说这根本就是一场伟大的电视秀，他把它当成一个时政秀在做。你看他那个会场上他讲了什么话？他就对美国民众讲嘛，美国的利益最优先嘛。然后他直接讲什么？那个糊涂总统，他就直接讲讲拜登，说那个糊涂总统给了他们那个援助3500亿，我们付了那么多的这个钱，就搞到现在我们得到什么利益？他还直接跟泽连斯基怎么讲？一共上，你已经没有筹码跟我讲话了，好，美国没有美国武器基地援助你的话，你撑不过2周的啦。另外这句话我看我最吓一跳了，一共上。你是在拿100万人的生命在赌博，你是在拿第3次世界大战在赌博，你没有筹码了，你的人民正在死亡，你快没有兵了，讲得这么白那今天最新的就讲，可能已经连我武器都已经不帮助你了，所以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啊，美国是不是整个外交政策、政治，它的国际形势、它的地缘，它已经做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台湾到底有没有跟着在做改变？我们刚才讲这些话，如果是台湾碰到的话，台湾怎么去应应？我问个最简单的，我们以前常在问的是说，两岸如果有冲突的时候，美国要不要派兵来帮忙，对不对？现在不是哦。俄罗斯这几天川普这个讲话是什么？连我要不要援助你，各位要不要还，我们可能都要先问哦。我援助你的3500万，对，3500亿，他要拿什么？你的矿产稀土。现在说连天然气跟什么那个石油一半都要利润都要给美国那我们台湾到时候，例如说美国要不要帮我们有冲突的，两岸有冲突美国要不要来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先算一下说，你要给我的这个援助以后我要不要还？而且看起来那个利益太大，我们拿什么去还它？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非常恐怖的。你看现在，你看乌克兰已经3年受到多大的这个惨痛这个代价，他现在还在奋战当中，结果随时现在川普是怎么样叫停而且他还在安理会他跟那个普丁啊，他们一起提案跟俄罗斯一起提案
他们现在只要是停战哦，连乌克兰要求说我的领土是要完整的，欧盟在帮他提案，他们来投反对票，所以我要问2个很重要的问题：两岸有冲突的时候，美国如果要帮我们，那我们要不要先问这个要还的吗？代价是什么？是台积电还是其他的吗？第二个非常恐怖，我们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领土受到损害，或者我们的主权受到损害的时候，美国人会帮我们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在问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时候，我希望这一棒是有打醒了民进党政府、赖清德跟一些民代，好好去想一想，我们该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你要么就两岸多一点和平嘛，对不对？不要打仗避战，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二个，你就赶快去自己能够自主嘛，你的军事要是够的嘛。像民众党很清楚，你说你要提高什么 GDP 的军事的装备要3%，我们是支持的。可是要买到合适的武器啊，对不对？更重要，你要怎么去避战，让人民不要陷入有可能是这个战争的这个危机，落入今天的这个乌克兰这个危机，才是现在我们正马上要做的。我想现在对国际情势尤其是川普一上任，大家都在揣测他的下一步，而且都在揣测说他会怎么做。从他一上任，他所做的一些经济政策跟所有的外交政策，跟他过去是完全有点不一样。那大家就用他的现在所做的一些动作在做揣测，那下一步他会不会对哪一个国家如何？下一步会对哪一个国家进行什么样的动作？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揣测。那当然，面对一个虽然川普不算是一个新的总统，可是呢，毕竟他4年，这个中间有4年没有担任总统。那在过去的4年，他担任总统的时候，他的态度跟现在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他的一个思维方向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大家会用很多的国际情势去揣摩，现在到底川普对于台湾的未来方向怎么做。可是我相信，现在赖总统的团队，包括我们国安团队，所有的外交都已经有掌控很多的讯息啊。那不可能说哇，今天好像就是大家所担忧的，今日乌克兰，明日是不是台湾也会走上这样的一个后步？我觉得其实担任一个总统，他一定掌控了所有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也要怎么让我们台湾人民安心，那也确实是必须要说清楚，让大家了解的。但是应该要让我们更掌控到川普整个的局势当中，我们才能跟所有台湾人民说更好我们未来的下一步。七凯刚刚说了说那个乌克兰领土，这现在被占20%啊，而且都蛮精华的地方那台湾如果怎么办？它的领土是我们的16.7倍，所以它还有很多地广大。你台湾这么小，你怎么弄啊？它的20%已经是台湾的好几倍了，6倍。然后我们的2/3都是山呐，那跑山里面去吗？这不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人是3700万，原来我们2300万，他人比我们多1倍半，有1000万都已经跑掉了，600-700万跑到国外，300-400万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是蛮惨的。休息一下回来。